to wafer soul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eight is swaying, sway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They are crazy. Okay, al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the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just your pitch. Prepare for a dream. She wants to win. 你怎么可以批准他休年假？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刚打赢那么漂亮的一仗，在时尚圈里面的声望几乎到达了顶点。他在这个时候休年假，你想过没有？这意味着什么？你那么激动，是你在埋怨我，还是你害怕陈开怡？我只是要提醒你，而且我在告诫你，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但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吧？你也试探过他了，他就是冲着我来的，他的对手不是你，是我。他既然准备要对付我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休年假啊？你想过没有？他是升中8年了，从来没有放过一次年假。他8年都没有休年假了，多1年2年有什么差别呢？我再告诉你，他就不是一个会休年假的人，他是个工作狂。你要他离开盛庄去休年假去旅游，他比死还难受。他在这个时候休年假，屏蔽了所有的通讯设备，就是创造一个真空期，摆脱所有人的关注，就是摆脱所有人的限制。他要做的事情，一定极其关键而且隐秘。那我用什么理由拒绝他？我能不批准这么合理的要求吗？那你至少可以拖嘛，你至少可以先跟我商量。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决定不先跟我商量？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决定不考虑我的感受？你是想控制我吗？你不要岔开话题。是你不要岔开话题。你把我从上到来，到底为什么？你跟我说实话，对你而言，我是不是你用来对付陈开怡的一枚棋子 ？Joyce 的死，让我来，陈开怡走，你到底想干嘛？你到底在干嘛？你累了，我先回去。你还爱我吗？我当然爱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你真的不要给我发现，你是在利用我，或者想控制我。但是你相信我，陈开怡绝对不会失去休年假，他一定是利用这个时间来准备反击。他能赢我，我信。但是他要赢你，不可能。你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对手，他打不过你的。
不管我怎么提醒你，你还是小看了他。哎呀，我回来了。怎么了？我不喜欢这样被摸头发。你这来接我，怎么还带个行李箱呢？我要走了。去哪儿啊？什么意思啊？我还有10分钟可以陪你，然后我就得进关了。还有10分钟。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说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分手吧。怎么了？也没有几分钟了，说不太清楚。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咱们才分开不到2个月。现在时间不太合适，这个地方也不太合适。但我已经说出口了。我只能说对不起了，真的，对不起。请转身，请进，张开手臂，
做噩梦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大娘，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你瞎说什么呀你？啊？你的人生才刚开始呢，啊！我还没有谈过恋爱，还没有和男生拉过手，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男人了。不会的啊，你遇到的那些混蛋，都不是真正的男人。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在我梦里，那些男人都长着一样的脸，那张脸上全都是玉了，他们像是人一样，像是动物，像是动物。过去了啊，就是做梦而已嘛。哎，看着我，看着我。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说我们是并排而立的墙，也是相依为命的鸡蛋，不会这么轻易服输的，我会一直抗争到底。陪我去找我前男友那次，在门口拿了块板砖，当时觉得你好勇敢，好帅呀。那个才是真正的你。那个我已经不见了，我自己也找不到了。不会的，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像个 AI 人，我没有那么多情感，但是我自己也没发现，恐惧也是一种情感。那些人知道了我的梦里，恐惧的从白天一直知道了晚上，知道了我的梦里。那我们就跑啊！我们拼命的跑步就行了，不管后面是谁，什么样的坏蛋在追你，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我陪着你一起跑。好了，是我在这儿呢。哎，别哭了。你看，天都快亮了。哎，反正你也睡不着，我带你去个地儿吧。你干嘛呢？这还不明显吗？还看！合适吗？合适。走。
昨天晚上咱们俩什么也没发生。我知道，我知道。麻烦您帮我倒杯水，谢谢您，严先生。好。为了林乔治，你活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福尔摩斯啊！进来，说吧，都查出什么了？最关键的一环现在在你手上。顾明山，现在可以说了吧？顾明山都和你说了什么？那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非要查林乔治的死呢？乔治是我最好的朋友。刘子琪，我已经答应了可以和你结婚，你现在如果还不告诉我，是不是有点不太讲道理了？确实有点，但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一个道德感比较弱的人。有件事情我得和你说清楚。我对你没有爱。我也相信，你说和我结婚，也不是为了爱吧？你什么意思啊？咱们两个都多大年纪了，谁还没谈过几段恋爱？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心里不明白吗？你从一开始就恨不得飞快地把我拽进一份感情里面。是，你很优秀，也可以说非常优秀。但是这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我很难分辨出真假。你说的对，男人都很鸡贼，也可以说很愚钝。如果你昨天喝多说的是真话的话，你已经离过一次婚了，怎么还可以这么快地开始一段新的婚姻？教育我是不是显得你特别有成就感啊？显得你特别明白、特通透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说的这些话都特别的有道理，但同时，我也发现你是一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人。这个婚姻目标，什么意思啊？我放弃了，我放弃你了。我放弃我们之间的可能性。你说的对，我跟你在一起根本就不是因为爱，爱我自己多的是，我才不稀罕你。但话说到这个地步上，连最后一点男女之间的趣味都没有，这也不是我想要的。你答应我的事儿呢？你就当被一个离过婚也没有道德感的女人欺骗了吧？好在我既没有骗到你的心，也没有骗到你的身体，对吧？你们家门呢？
怎么回事啊？非得喝醉了才能给你们机会？不是，你要是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你再喝多了，你给我姐打电话就行，你不用找我。可是我要找你啊！这会儿去哪？去我家。干嘛呀？你坏！哎呀，你要带我回你家呀？我问你们家在哪，你又不说。你们男人真是口是心非。哼！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哎，行了吧，酒后吐真言这种事儿还是算了吧，行了，后悔了。我是不会告诉你，我结过婚，然后我又离婚了。你哎，你干嘛？哎呀，你把我弄疼了，你把我扔在地上了。你说你离过一次婚？我今天晚上在睡。别装睡啊！哎，上，先起来。哎呀，走。哎，上。哎呦！一点都不会累，我可以在未来这么难读。哎，别动！哎呦！我在这儿上了4年大学，又在这跑了4年。哎，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你之前一不开心的时候就上这儿来跑步。我记得，你也说过，你和郑飞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是你的伤心地，是你这辈子都不想再来的地方。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就跟噩梦一样，怎么想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所以那时候我就让自己特别的忙，歌都不能闲下来，因为一闲下来就会想他。那后来呢？后来我就问老颓啊，问他我是不是治完了。后来他都被我问颓了，他也帮我找了个心理医生让我去看。你去了吗？去是去了，不过没看。你好。看病。心里。没事儿，我也来看心理，会过去的。人有时候年纪大嘛，一些压力需要疏导一下。小姑娘，你那么年轻，你看什么心理医生啊？我也不想来，我朋友逼着我来的。你这朋友还挺不错的，挺关心你的。你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我就跟男朋友分手了，他们把我想不开。就是失恋。你失恋看什么心理医生？是吧？我也是这么觉得。就失恋看什么心理医生？而且你知道吗？你在这看过没有？我听他们说，就这么预约一下，就看一下，才800块钱，疯了。是挺贵的，不过我看你这个状态，真的没必要去看什么心理医生。是吗？我挺好的，我没想不开啊。这样，我给你想个办法吧。我看心理医生也挺多年了，久病成医嘛，也算是半个心理医生了。
我给你开个方子，保管有用。对不起啊，我没带纸，只能写在名片上了。一会儿呢，你先别看，你现在看肯定觉得我写的是句废话。你什么时候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的时候，你再看，保管有用，我保证。好，乔治，来了，哎，现在别看啊，现在看不管用，拿着，别偷看。林乔治，娜娜，你没事吧？没事儿。哎呀，至于吗？不就是失个恋吗？好小伙子有的是啊！赶明儿我给你找一个团，你信不？没事儿，我知道了。好，早点睡吧，啊！拜拜。哦，把灯关了啊，节约电。恋爱是认识自己，不是取悦别人。我在那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到底要为什么谈恋爱这个问题。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吗？没有啊。哎，你觉得这种事儿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你上学的时候没在操场上看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你心里不难受啊？那乔治的那句话让你从失恋中走出来了吗？那张名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让我知道了他的联系方式。我后来呢，按照名片上他上班的地方去看过一次。我都不是站在大厦门口，我隔了一条街站。觉得这里边上班的人都好神奇啊！说我还能认识一个在这样地方上班的人，还是个主编。后来我就悄悄地去买了一本生生的杂志，好贵，而且我看也看不懂。后来我就把它放在西餐厅的那个储物柜里边，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每次我看到那个编辑栏上写着乔治先生的名字，我就在想，我要是能在那儿工作多好，在那儿得有一个像他一样的领导告诉我，谈恋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所以我当时下了好大的决心，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帮你进什么妆？我疯了，我有那个胆子吗？我是为了好好感谢他，因为他那句话，我心里确实好受了很多。最主要的是还省下了看心理医生的钱。顺便呢，我也给他提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你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是不是平时不得应酬，不得招待一下客户什么的？那你说离公司方圆20里地的地方，哪有最好吃的牛排店？那不就是老颓那儿吗？呸！这是明晃晃的钓鱼。哎呀，巧了，这条全世界最善良的鱼还真被我钓上了。没过几天，他就到老颓的餐厅吃饭了，也跟老颓成为了好朋友。每次他来，老颓都会给他准备最好的红酒、牛肉。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呀！
你过来看，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在杂志上，我的名字上杂志了。你看，你念一下。流程编辑李娜。我上杂志了。叔叔，你看，我名字上杂志了。恭喜恭喜！1月的新刊来啦！给，你们的。1月的新刊来了！哎，给你。2本。文姐，新刊来了。试试啊。走啦。试试啊。哎呀，你坐。严明姐，忙什么呢？有事儿说事儿。我看外面专题组的人都走光了，严凯变成光杆司令了。赵鑫跟巩欢的辞职申请，我还没批呢。外面工位都空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拦不住了，人家要走就让人走嘛。走的内容谁出啊？你们广告部出啊？我们广告部就算能做，我们也不做。我为什么要帮严凯啊？哎，金木姐，我跟你说啊，论管理能力、领导能力，我们广告部真不是吹的。只有我裁人，没有人敢跟我提出要走。我真的很忙，你能不能不要逼着我花时间去夸你啊？陈开怡去哪儿了？不说了，放年假。那他去哪儿休年假了？我哪知道啊？你不觉得有些不对劲吗？没觉得。秦明姐，你现在到底是不是肖主编这边的人呢？刘边边，你结婚了没有？没有啊。太好了，千万不要结。Why？ Because， 你看啊，你这人啊，又烦人，然后又小肚鸡肠，然后唧唧歪歪，又阴阳怪气的，哪个姑娘嫁给你啊，真的会气死啊！所以你真的是在积德哎。你别转移话题啊！我就是想知道陈开怡她到底去哪儿了。反正我不相信，她就是去游山玩水了。把我电话借你，给他打电话，打呀。你好无聊啊！再见。我没说我要走啊。不走干嘛？留下来过年吗？我走了。你也没结婚。哟，这都中午了，来的真早啊！广告部什么时候开始查人考勤了？你们不用查，人都快走光了。
蔡助理。蔡助理，给主编们泡的咖啡啊。嗯，对。带路，我找他有事儿。哦。哎呀，吓死我了！哎呀，哎呀。给我吧，提了一路了，你都累了，敲门去。这个概念会体现在我们后面的每一个细节里面。然后这个主题秀的服装设计师 Allen 之前的概念图你也已经看过了。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呢，是他新做的关于这次盛典之夜的全套方案的概念图。然后这个 Allen 是纽约这2年很受关注的新锐设计师，然后他给这一套概念图起的方案名字叫做 Show Night。那灵感起源是他在尼泊尔有一次雪山上度过的一个夜晚，然后他看到漫天的流星、银河，他就觉得很漂亮。然后他觉得璀璨的东西往往很短暂，尤其在东方的语境里面，夜晚又被赋予了灵性的意味。哎，就这个 ，OK， 我记录一下。那模特那边准备如何？我们找了亚洲新挖掘的几位超级新星，我觉得他也能够更代表东方。我真的觉得不错。那这个方案之前看过吗？这个设计师的方案他很早就看过了。那他为什么没有同意呢？他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时尚盛典。那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想要，这个人就喜欢故弄玄虚，什么事到最后1分钟才决定，什么都不懂。陆总监，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哦，刚来，路上碰到蔡飞，听说你在开会，我就过来了。哦，OK，Mary，盛典的事情就这样定了，这个方案我也没问题，你抓紧时间去实行吧。OK， 那我现在就去弄。好，谢谢。那你找我有事？没事，就是好久没看到你了，心里慌得很，过来看一眼。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呢，能不能因为我想跟蔡飞单独谈一些事。那可以，没问题，当然可以。可以吗？走了。我不懂得怎么安慰人，我就直接说了。我很抱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在你身边。但上海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不相信用什么时间可以忘记上海的这种方法。我只想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也不是你的错。如果你真的觉得做我的助理很大的压力，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安排另外一个职位给你。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做我的助理。如果这个希望是满100分的，那我对你的希望是120分。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考虑，回答我一下。主编，您还有40分钟时间去吃午饭，下午2点
音乐的直播网站的副总见面，晚上还要参加宝丽兹的新品发布会，发布会之后有晚宴。好，都记得，谢谢。梦幻般浪漫，迷途能返，烟花般绚烂，原地打转。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